探寻历史烟云，解读人文传奇。大家好，我是涅槃说史。清朝末年，边疆形势急剧变化，特别是西藏地区。随着1903年英国清藏战争结束后，英国对西藏的地方政策逐渐由以前的军事施压改为了拉拢和引诱。西藏问题已经是非常复杂和微妙，也使得清廷在重新巩固对西藏的主权变得非常迫切和必要。故而，赵尔丰、张应堂、连玉等川藏大员多次奏请朝廷在藏编练新军，并派兵入藏保边，巩固国防。所以，在第二年，也就是1909年的4月，清廷经过多方考虑，决定派遣四川训练的新军进藏。这支军队中有一名27岁的年轻军官，那就是湖南人陈渠珍。他才华出众，上书提出西征计划，得到上级的赏识，很快便被任命为原藏军一标3营的督队官。于当年秋天，踏上了进藏的征程，开始了他的一段惊心动魄、荡气回肠的高原历程。当年进藏的道路上，一路崇山峻岭，雪山高耸，滔滔大河，森林茂密，沿着高原一路上行。天气骤冷，顶风冒雪，跋山涉水，行军之艰苦可想而知。陈渠真是这样记录的：我军由打箭炉出发之日，是雨雪交作，寒风刺骨，军队与乌拉、横混杂而行。此路名虽驿站，半为山径，沙砾遍地，雪峰密目，时登时向，军行甚苦，沿途绝少居民，抵蛇多堂宿营，已7时矣。天黑路滑，部队零落而至，士兵喧呼声与牛马嘶鸣声，直至夜半时止。官兵咸缩色站立，不胜其凄楚焉。而就在这时，达赖等利益集团又害怕川军进驻后会带来像川边康藏地区一样的改革，立即上奏清廷，请求收回诚意。清廷考虑到维护西藏统一、执行新政和加强边防的需要，拒绝了达赖的请求。于是乎，达赖唆使西藏地方当局在查木多以西的恩达聚兵5000余人与川军对峙。而陈渠珍的第一次智勇表现，是他在公布战役前夕深入敌战区侦察敌情的孤勇之举。是在川边清军中营所部进驻昌都，新元统帅赵尔丰听说堪布登珠率藏兵万人阻川兵入藏，下令中营派人探知虚实及用意何在。中营准备挑选将校4名前往侦察，不料大家都知道此事过于凶险，竟然过了好几天也无人敢应选。果然，这次的侦察任务凶险异常，陈渠珍办到即被识破擒获，经反复拷打，即为藏兵诛杀。还好他临危不乱，急中生智，谎称自己是奉命而来，写有赵尔丰的文书，要见堪布登珠。还好藏军对赵尔丰都有些畏惧，这才让他逢凶化吉，并从堪布口中听出了藏军其实对朝廷也尚有畏惧之心。经这次侦察任务，赵尔丰很赏识陈渠珍的才能，不久便将陈渠珍升为管带，担任先锋。我们再说清代的波密，当时主要指现在西藏自治区林芝市波密县为中心的东部高原山地部族区域，包括了怒江上游、雅鲁藏布江下游部分河谷、察隅、墨脱等地。该地在早些年呢是由西藏地方派来的总管，但是后来这里的部族各自称雄，就再不听从西藏当地政府的指令了。然后1905年以来，英印当局就利用清英的边境土著进入西藏调查，并向当地人宣扬诸如投诚英国自有许多便利之处的话。为了边疆稳定，赵尔丰早就有了收复波密的决定。这时陈渠珍再次献计于上司，降城拨藩强暴及边局利害，得到了相机剿抚的军令，拉开了收复波密的序幕。波密战役的第一阶段，陈渠珍率部深入不毛，与数倍于己，且在家门口作战的波密藩兵鏖战，最终陷于被包围的境地，几经突围，损兵数百，才得脱险。这次失败并非陈渠珍作战不利，其缘由主要是波密叛军人多势众，而且又拥有主场作战的优势。而另一支由中营所率军队又再次犯下了清军互不相救的老传统。面对这种形势，1911年4月，清廷最后一任驻藏大臣连玉调部、马炮各队前往征讨，以驻藏左参赞罗长乙赴前线接管前次按兵不救援的咸丰帝外甥中颖的兵权。
又改变了最初拒绝川滇方面介入的态度，主动电请赵尔丰派边军。于是，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亲率3营边军进藏协同作战。在驻藏川军和边军联合打击下，到当年的闰6月初，波密基本被平定。入藏川军在当地清查户口，发给百姓门牌护照，并于嘎朗、东九两地设立县治，各设理事1员。此期间，波密总管白马策翁逃至波密南面的白马岗，以求聚兵反抗。随川军而行的西藏喇嘛丹真楚前往白马岗劝说当地头人投诚，以免战火。于是，当地头人杀死白马策翁，赴军前投诚。清廷派员设立白马岗设置局，并查勘地理山川形势以及户口。至此，在清王朝风雨飘摇的最后1年，西藏东南角的边防被确立。回城时经过战场，陈渠珍回忆道：“此地久为番兵所据，尸骨遍野，壁立依然。余下马平调，有恍惚如闻，当日愤乎杀贼声也。夜半时闻臭气，不能沉寐，秉烛起而祭之，则不少断肢残骸掩藏土中，于枕畔亦得碎骨数块。盖鏖战久，天又炎热，死亡尸骸不能收敛，以致血化清零，尸残原野。细腻的笔触叙述了常人触目惊心的战争场景，文本内容真实详尽且动人心魄。从事后英国的侵略行动来看，清军在这一时刻及时收复了波密，在历史上是非常关键和必要的。就在川军稳定波密和白马岗的边防后不久的1911年10月，英印政府借口窜入察隅地区的威廉森被当地珞巴族人杀死，分兵3路侵入并占领我藏东南门隅落于察隅地区。1914年的西摩拉会议期间，英国又背着中方代表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秘密换文，人为制造出一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而此线就逼近我白马岗和波密地区。清军在白马岗和波密的经营和驻扎，使英国侵略力量不可能再进一步窥视西藏。波密平定后，罗长乙试图整治川军军纪涣散、戾气日增的作风。某日，驻扎春多寺的排长王宇高因为在处罚兵士上稍微失当，袍哥们立即在郊外传堂，罚令王宇高跪下，而袍哥执行传堂的首领只是一名班长而已。罗长乙当时正在喇嘛寺楼上，一不留神瞥见了这一幕，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情，便让侍卫去查看。侍卫周春林回来告诉他说，这就是哥老会在执行会规。罗长乙顿时大怒，愤而说道，排长处罚士兵是正当的职责权限，而一名班长借着袍哥的力量，竟可以让一个排长长跪不起，这还成什么军队呢？于是下令严厉核查哥老会组织以及各首领姓名，这才知道部下官兵加入袍哥的竟然已经占到全军的 95%。 罗长乙于是派遣马便带着密信奔往德摩，命令管带宝林抓住几名袍哥首领杀掉，而住在波密的另外7名首领则密令5日之后捕杀。而就在这时，武昌起义的消息由英国的《泰晤士报》传到了拉萨，于是士兵纷纷哗变，军官反而人人自危，罗尤吉成为了报复的对象。陈渠珍曾劝说过罗长启，这些远来塞外的士兵官长们本来就不是朝廷的什么孝子顺孙，这您是知道的。这个消息一传出去，兵心必然起变。他们都是四川人，四川人中哥老会的势力之大，您也是知道的。事已至今，不如任随他们而去，我们则去昌都，以观事态的变化。但罗长乙犹豫不决，2日后他便被袍哥捕杀。陈渠珍记录了罗长乙惨死的经过。袍哥们寻得罗长乙，以绳缚之，系马尾后鞭马夜行，凡数10里，至喇嘛寺。罗乙气绝矣，时罗年50余。其死之残酷，不仅勒毙而已。还好陈渠珍平日在战斗中能和士兵同甘共苦，最近补充的新兵又多为乡前滇人士，所以暂时没有遭来杀身之祸。但是他也不敢稍加迁延，即刻秘密组织湘西子弟滇黔亲兵及自己和妻子西元共117人迅速离藏。遇见他那年，他15、16岁，
明眸皓齿，艳若桃李。那天公爵的银冠彭措家的庭院中，他轻梳长袖，翩跹起舞。那天的草原，细草如毡，他和一群同样天真的少女策马飞驰，衣居渺渺。陈渠珍，一个入藏平乱的清军管带，西元，一个普普通通的藏族少女，两人地位有别，却因历史的偶然而相遇。二人的相识相知，相爱到最后的生死分离的跌宕起伏的过程，演变成陈渠珍雪域高原上又一段动人心魄的主题，那就是爱情。其实陈渠珍原有妻子在成都，娶藏女西元未必不是出于迫于当时情境的一句客套话。当得知腾措夫妇将西元送来，大活佛为他亲自证婚时，陈渠珍更是愕然一惊。但后来西元的勇敢高尚和他一路上生死与共的真情，才是让他刻骨铭心，每每想起便肝肠寸断的原因。二人在公布结为夫妻之后，陈渠珍率兵进攻波密，西元骑马随征，一直跟着陈渠珍，几乎寸步不离。战场上还曾救过他的性命，两人情感与日俱增。当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传到西藏后，陈渠珍决定返回内地。西元不顾个人的生命安危，坚决万里追随丈夫回归内地，患难见真情。在西元离家时，他的母亲送给他一座8寸珊瑚，悲痛地对陈说：“西元跟随大人远行，只好将这拿不出手的东西送给你们，留个纪念。”又看着西元说道：“你若随着大人去了四川，则从此天涯海角，我们母女再也没有相见之日了。你要好好爱护这东西，以后见到它就如同见到我一般了。”说完，声泪俱下，西元也哭得不可抑制。然而，陈渠珍当时的处境极其艰难，川藏路、藏南、滇藏等传统出藏主路，不是兵变四起，就是土匪横行，已经完全失控。唯一还有一线生机的，就是北上的羌塘草原。这条路虽然天险重重，荒无人烟，却没有成规模的武装割据和人为威胁。于是，陈渠珍带着亲信、家属和部下，毅然选择穿越羌塘无人区，北上青海，再辗转进入甘肃。不过，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作为近代中国历史上首批详细亲历并记录羌塘无人区的中国人之一，陈渠珍这一路不仅要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生死未卜的绝境，更要承受人性与意志的极限考验。他们的出藏之路是一场与天斗、与命运抗争的生死长征。那天是1911年11月下旬，高原上寒风刺骨，陈渠珍骑在马上，回想波密之役，阵亡将士的遗骸尚未收集，魂灵依旧激流在雪域高原。谁没有妻子儿女？想起古人那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归梦里人的诗句，不禁恻然心痛，眼泪潸潸而下。出发时，陈渠珍清查人员，官兵一起，共111人，都是一人一骑。此外，还有驼牛120余头，分别驮运粮食行李，向北行走7日，来到哈老乌苏。走出这里，便可以离开西藏的领地了。不料，在这里，陈渠珍等人遭到了1000余藏族骑兵的驱赶。还好，这时外出取水的士兵找到一名老喇嘛作为向导，于是带着他一同上路。路上，老喇嘛给他们泼了一盆冷水，说想从这里到甘肃，就是气候温和的初夏，也要2月以上。不过还好粮草充足，众人也还能安心前进。3日后，老喇嘛指着风雪中猎猎黄沙，说道：“那便是羌塘荒漠了。”远远望去，只觉风雪扑面而来，四野荒凉，草木不生，尽得沙漠。众人风餐露宿，朝行暮止，在沙漠中分不清东西南北，只有听从喇嘛的指导。走的半月，雪越来越大，牛马因为饥饿疲劳难以行进，士兵们都只好用糌粑饲喂，导致原来可以支持3个月的粮食竟已经消耗过半。臣只好极力劝诫士兵们不要再用糌粑饲喂牛马，但这类事情却始终不能杜绝。某一夜，陈骑的马挣脱了缰绳，不知去向，西元便将他所骑的那匹大黑骡让给了他，自己则骑了一匹烈马赶路。更要命的事情接着发生了。由于风雪交加，根本无法辨认方向，
老喇嘛登高辨别方向后再行出发，行走间却又发现再次偏离了方向。每天都有人冻死，愤怒的士兵也开始抱怨和不时殴打老喇嘛起来。有时连陈渠珍也无法控制住局面。而就在这时，粮食、食盐已经全部耗尽，士兵们只得烧掉了行李物品，宰杀牛马充饥。由于道路迷失偏离，整日在风雪弥漫的阴沉天地间行进，大家也不知道里程，更不知道地名，也没有山川风物可以记录，只是漫天黄沙，遍地冰雪，大家只能在茫茫雪原中漫无目的前进，靠着猎取野生动物来果腹度命。到后来，连火柴都只剩下20多根了，大家都极为担心，于是将火柴统统交给陈妥善保存。在大雪中，陈渠珍的脚因粘上冰雪而肿胀，西元便天天用牛油烘热了晕在肿处，几天之后竟然完好如初。又行了数日，老喇嘛总算带着大家走到了青海的边界通天河。就在大家踏冰过河后，陈问老喇嘛还有多久能到下一个目的地。老喇嘛却无法回答得上，不免又被责骂一番。终于忍受不了暴虐的士兵的责骂殴打的老喇嘛，在当夜悄悄地逃跑了。陈的卫兵进言，如今粮草耗尽，队伍中又多有人冻伤，行走艰难，还不如派出几名身体强健的士兵先行探路，其他人在这打猎，囤积一点食物。大家都说这计划可行，于是决定让他挑选了10个人前进探路，其余的留在这里等待，约好以10天为期，到期便马上回来报告。不料10天过去了，陈的卫兵还是没有回来。大家每日在雪地中能猎杀到的动物本来也少，每日都有人死亡，大家只得继续前进。一日断粮又已经2天，饿得实在受不了。上次存储的那些干肉仅剩下1小块，陈将这块肉分一半给西元吃，西元坚决不肯吃。在陈的一再坚持下，西元哭着道：“我能够忍饥挨饿，可以好几天不吃东西，但您却不可以1天不吃。况且跟着您万里远行，可以没有我西元，却不能没有您。您若因饥饿而没，我又怎么可能逃得一死呢？”绝境之中的生死取舍，只听的人痛心不已。陈抱住西元，抱头痛哭。后来再没有火了，动物也只是偶尔能猎到，大家只能生吃。还是西元给大家打气：“我们已经走了5个月，我们和目标的距离也应该不远了吧？倘若能够继续我们一路上跋山涉水的勇气，应该不难到达目的地。人的生死都是命中注定的，何必自己要如此气馁呢？”又行了几日，突然见到许多人马从后面而来，大家颇为惊疑，停下来看去，则见到7名喇嘛骑在马上缓缓而来。喇嘛们也是颇为惊异，听完众人遭遇，也是大为同情，便邀请他们同行，众人才得以饱餐了一顿。但就在这天晚上，陈的队伍中一名士兵竟然悄悄来到帐中，悄悄地对陈说要杀死这些喇嘛，抢夺财物。陈听闻不至于晴天霹雳一般，但是又怕阻挠了他们的计划，士兵们会反戈相向，于是便劝道：“喇嘛的职责本来就是与鬼神沟通，来超度世人、超度亡灵的。如果我们负心劫杀了他们，要是这世上真有鬼神，鬼神又岂能容我们？即便世上没有鬼神，我们下半辈子又岂能安心？”士兵自然是听不进去。第二天，串通好的几名士兵突然向喇嘛们发动了袭击，喇嘛们愤怒地质问，并对几名士兵展开还击。喇嘛当场被射杀，而其余4人见领头的喇嘛已死，情况不妙，骑着骆驼飞奔逃去。不一会便不见了人影，其他的那些骆驼也跟着他们逃去。这几名准备劫财的士兵也在战斗中死的死，伤的伤，闹了个人财两空。就这样又走了20多天，大家外出打猎，竟然打到2只肥羊，大家饱餐了一顿。不过一名叫胡玉林的士兵并没有回来。这名士兵生性淳朴忠厚，而且特别吃苦耐劳，大家都很喜欢他，所以此时都不忍心在半路上弃他而去，于是约好明天再在此地停留1天，寻他回来。大家怕他迷失了方向，于是走上山头，朝天开枪，向胡玉林能寻找声音而来。果不其然，不一时有人骑着马疾驰而来，来到近前一看，原来是一位藏族人，抱着胡玉林坐在马上过来了。
大家都欢呼跳跃起来，胡玉林也笑着大声回应。原来胡玉林因迷路，在草原中偶遇了几名藏族猎人，虽然语言不通，于是以手势示意交谈。猎人们知道他因为迷路又很是饥饿，便拿出面食和牛羊肉来款待他。这时听到了枪声，便顺着声音找了回来。陈渠珍万分感谢之余，询问几位藏族人是否愿意给他们当向导，走出荒漠。几名藏人欣然应允。至此，他们总算在7个月后走出了羌塘无人区。从出发时的115人，除了外出探路的人不知死活以外，存活的仅仅只有7人了。一路南下到得西安，他们借居于友人的空宅中，变卖了随身携带的一切贵重物品，包括西元母亲的珊瑚塔和他作战用的望远镜。这些日子生活拮据但安定，而这也该是他一生中关于他的最后一点美好的回忆了。他穿上汉族女子的衣服，神情羞涩安详。陈渠珍每日出门谋事，西元都要将他支偏门，然后在家中静静等待。因战事原因，陈给湖南老家写家信求款，一直未见踪影。而就在这时，生长在高原还不适宜内地的西元却突然发病，原来是传染上了可怕的天花。请来的医生直摇头。终于一天，他眶中噙着泪，对他说自己梦见母亲喂糖水给自己喝。按藏俗说法，梦见这一情景必死无疑，言毕已经泣不成声。陈渠珍虽然多方安慰，西元始终不能释怀。夜里至4更天，西元将他唤醒，听见他气声道：西元不远万里跟随着夫君，只想着能与夫君白头到老，却没有料到如今病入膏肓，只走到半路就要与君永绝了。然而见到夫君能够幸运地返回内地，我死也瞑目了。如今家书早晚可到，祝愿夫君在回家途中一路保重。说完一再长叹，便闭上了眼睛。说罢，做梦也想回夫家的西元明然长逝，年仅19岁。陈渠珍抱住西元依旧温热的身体，巨大的悲痛让他几欲昏厥。万里跟随，一路相依为命，而他如今穷途末路，连给他殓葬的费用都没有，心如刀绞。还好，在好友的帮助下，陈引真将他错葬在西安城外的雁塔寺。含泪回到居处的陈寻真，恍然不见西元身影，又不禁仰天长嚎，泪尽声嘶。余树至此，肝肠寸断矣。余书亦从此辍笔矣。陈渠珍失去西元，心灰意冷。回到湘西后，曾遁入空门，幸被家人找回。后得湘西镇守使田应照赏识，在军中任副参谋长，主办军官训练团。民国9年，1920年，接过了田应照原任的湘西护国联军第1军军长大权。次年，1921年，又兼任湘西巡防军统领，移驻保靖。他提出保靖兴民的口号，整军精武，剿抚兼施，兴办实业，鼓励教育，统一湘西。在老家关起门来建设湘西独立王国，成为了最后一代湘西王。他与民国总理熊希龄、著名文人沈从文并称凤凰三杰。1952年2月8日，陈渠珍病故于长沙麻园岭聊天一炉，他的寓所里终年71岁。传闻在民国9年时，陈渠珍将西元的墓地从西安迁葬回湘西时，城中百姓纷纷前来为西元送行。在入土时，墓地中竟然飞出了2只蝴蝶，在陈渠珍的身旁萦绕，久久不愿离去。